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好，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来到2026年5月13号，我们的主讲刘教练好，你好，已经来到我们大家好。的线上了。我们直接来邀请我们的刘教练来为大家开讲。教练，麻烦你喽。好，那今天我讲的那个主题呢，就是那个击打童军的嘉年华营。听到啊，大家听到啊？有。听见啊 ？OK。有。这个嘉年华营呢，就是在1986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了，所以就算起来呢，就是现在已经是今年呢就大陆第40年了，是吧？那我们呢是在2013年的时候首次参加这个吉打州的嘉年华营，是吧？那么一路到去年为止，我们总共出席了10次。因为期间呢，就是有那个疫情停了2年，是2022年重新开始，然后2023年呢，我又出席北极星的那个70周年晚宴了，所以我去了台湾，所以我没有去参加这个击打嘉年华营，所以呢，就2024年、25年就继续有出席OK， 像我讲一讲这个马来西亚吉打州。吉打州呢，就是在我们马来亚半岛西北部，它与泰国为邻就是它的边界是泰国面积呢有9400多平方公里，人口呢就是有220多万。那么我们华人的人口呢是在那个州是非常的少，只有11%，11%呢就是很少了大概有20多万这样啦，其他的都是马来人，是吧？那么就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米仓虽然他们这个华人人口不多，不过目前在吉打州的童军总会呢，他的华人的助理总监听说有10多20个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这个是非常好的。OK， 那个吉打州首府叫做亚罗士打阿罗斯大，离开我们吉隆坡大概要450公里，驾车的话要6个小时了才能够到了，是吧？这个吉打州嘉年华营呢，就是由吉打州罗佛童军联盟，就是 Rover Crew Alliance RCA， 而这个济华国民型中学联合主办的，是吧？所以他们联合了，已经主办了39届，是吧？那每一年呢，他在大概年中的时候呢，他就会发出这个邀请函还有那个嘉年华营的手册，就给各友团，是吧？那么各友团的那个资料他的那个资讯呢是非常的清楚。他会介绍那个大会的简章营规呢，活动的规则呢，上市的规则，还有包括一些报名的那个手续还有跟学校申请跟校方申请的那个信件他们
办这个活动呢，就是这么多年来呢，都是5天4夜，就是在那边学校，我们通常就会露营4个晚上了，是吧？第5天就结束，是吧？而且呢，我们第一次去参加他的嘉年华营，就那个时候，每位参加者，每位童军参加者呢，就是150元，马币150元。直到去年呢，都还是一样，它也没有涨价，也没有多收费用，是吧？那么罗佛童军也是150元，那么教练的话呢，就会收200块，200元了 ，RM 200，是吧？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你早报名的话，它是以这个150块，还有200块为标准。过后呢，就170，如果临时报名的话就190啊。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提早报名了，因为省回几十块钱了，是吧 ？OK， 那么这个150块钱呢，for童军，还有那个200块钱呢，for教练的，就包括了这几天的算式、领巾、嘉年华营手册那个限量版的布章1枚，还有那个嘉年华营报，嘉年华报就是他们每一天呢都会有那个营地的活动呢，他们会印一份好像报刊这样的，叫做嘉年华报，是吧？然后呢就有那个有一件那个 T 恤是拿来不是，就是印那个试印那个 T 恤的那个工具就是你自己准备那个 T 恤，那嘉年华营证书，还有就是给那个5块钱的那个他们营地用的那个硬币是吧？不是我们拿马币，他们是自己做的，是吧？那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看这个。Patrick 看得到吗？Patrick，没有看到。我放上这个硬币看到吗？还没看到。没看到教练，你那个分享的部分选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不到有看到。这个有6枚这个硬币，看到是吧？有。这个是他们在那个嘉年华营的时候我们要去那个所谓的他们的银行，我们用马币去换这个硬币，这个硬币呢就每一个马币1块钱，就是马币的现钱在那嘉年华营呢就是不能买东西的，要换回这个是他们多年来就是用这个的他们自己做的这个硬币了OK，
这个我们这个混成童军呢，就是在2013年就是我们跟这个计划童军呢，去这个花莲的这个北极星大露营的时候，那年回到马来西亚呢，就是这个他的团长啊，就是总团长就是 David Deng 呢，郑荣昌教练呢，就是邀请我们出席他的这个嘉年华营那一年是年底12月份的时候，是吧？那么2014年、2015年呢，就是我们就接着都有带团员出席。那么就2016年就有外国的代表团了，就包括有新加坡的，有台湾的，台湾那位是嘉义的那位老师还有中国的，以及这个我们东马的沙捞越的这个赖老师了，就是那一年不知道 Predict 有没有去，还是2017年了，是吧？所以呢就2016年是多了一些国外的童军，2017年呢就是有香港跟台湾的童军领袖，台湾的也是那个嘉义的，是吧？童军领袖啦，台湾的是有那个他们只是童军领袖去了，是吧？那么这个嘉年华营呢，每年他们这个主办的时候呢，都会让那些童军参与的童军，甚至是教练们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吧？因为他们的确是办得很好，是吧？这个嘉年华营呢，就是就好像欧洲国家，好像南美洲国家这样他们办这个嘉年华，就是充满就是欢笑啦、欢乐啦，让你快乐忘返啦，是吧？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嘉年华营里面呢，你又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是吧？那么也有很多新的游戏，是吧？它跟我们一般的露营性质有一些不一样，是吧？然后他们的游戏呢，的确是办得很有准备的，是吧？办得非常的好，是吧？所以呢，每一年呢，参加的人数都相当的踊跃，是吧？因为我准备了好多的这个图片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首次参加这个嘉年华营他们的那个场地是布置的那个非常好，是吧？那时候呢，他们是在那个吉华小学，不是他们本身的中学，因为他们中学正在装修，所以就移到这个吉华小学，所以我就拍了一些照片，是吧？这个就是这个童军们呢就在那个草场上露营那么他们呢有做几个那个图腾，是吧？做的相当的精致了OK， 这个就是2014年的他们的那个，刚才那个是2013年的，这个是2014年的他们大会制作的这个，好像有类似金字塔的这个埃及金字塔的这个拍那个先锋工程就是他每年都会换过
不同的这个先锋工程，那么就是有一个代表的意义啦，就是我就是站在那这个就是我站在最顶上了啊 ，OK 啊，这个就是另一个侧面的啊，这个就是2015年的嘉年华营啊，就这个是我们这个正面看呢就是很直，其实它是仿制那个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啊，就是这样的，看到吗？啊，志英有啊，有看到，谢谢教练有。啊，这个就是我站在这里哦，它就是有一点斜的，就是他故意做这个一个塔呢，就是斜斜，这个是2015年的，那有一点倾斜的。这个2016年的这个就是还蛮高的，爬上去蛮高。这个就是我也忘记了它这个主题是什么了，是吧？也是一个高塔，是吧？这个是所有的参加者，是吧？OK，2017年的，就是他们将这个制作呢换为一艘船这样，是吧？就是还蛮大的这艘船，是吧？又好像海盗船这样了那他们就是用竹子来做的啊。2018年呢，他们就是用这个竹子围成一个城堡，是吧？可惜我没有办法找更多的照片，只能够找到一张照片而已，是吧？2019年呢，他们就搭建这个是他们的嘉年华日报了2019年的主题呢就是 Lion King， 是吧？OK，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3个金字塔形的也用了很多竹子，是吧？所以你看每一个团参加的都拿他们的团旗就升上去，所以还蛮多团参加的，是吧？这个是因为2020年、2021年没有开办，就是到这个就是2024年了。2024年他们就搭这一种的最后工程就是跟台湾通常这个在台湾是很普遍的了OK， 这个是今年的2025年的，是吧？今年就没有什么太大型的制作，不过今年参加的人数还蛮多了OK， 然后呢，他们在嘉年华营，他们有这个Starbucks 的咖啡厅，不过这个 Starbucks 的咖啡厅是跟那 Starbucks 英文字有一些不一样的，它里面呢也是有冲咖啡，有些什么还蛮便宜的啦，大概2块钱一杯这样里面也有那些零食卖的那么他们这个另外一个就是 11-7不是 7-11 就是 11-7，它也是模仿的，是吧？它里面也是卖一些那些零食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换钱的银行，我们马来西亚呢最大的银行就是 MAYBANK， 它这个就改为 Maybank 呢，马来亚银行呢就是用一只老虎的，它这个 Maybank 呢它就换只猫如果你要换那个刚才那个银币的话，就是要用钱，
去跟这几位工作的人员呢，就是要用现钱跟他换回几个硬币，只有在这个银行可以换的，OK。这一个呢，嘉年华营呢，它很讲求纪律是吧？如果呢那些童军是吧有犯规的话，要去监牢里面是吧？被关上1-2天的是吧？所以他们也做了一种好像类似监牢的是吧？这2位小妹妹就给他关了2个小时是吧？不知道犯了什么错。2014年的时候是吧？所以他们的确是有一些创意的是吧？我曾看过另外一个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纪念章是吧？纪念章就是由几个部章凑成的，这个是1、2、3、4、5、6，这个是2013年的这个纪念章是吧？大会纪念章这个是他们的主题，每一年的主题，这个是2014年的是吧？这个纪念章是2016年的是吧？这个是四方形的，那中间也有一个符号这样OK。这个是2018年的是吧？这个是 Lion King 他们的一些标志了OK。这个是他们全部都穿上大会提供的 T 恤是吧？都在一起玩游戏是吧？所以整个营地看起来呢，那么每一位队员都是非常整齐的是吧？这个是David Tang 就是2013年的时候是吧？不过他很可惜，去年呢他过世了是吧？非常的年轻，50多岁是吧？心脏病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就是留下了回忆了这个我们2013年我们去参加的这个我们的团员，还有这个我们航空总队的团旗，这个是2014年这个大合照是吧？所有出席的童军的大合照，这个是2015年的大合照这刘教练，你的照片没有换呢？照片什么 ？Hello？ 照片还是布章啊？你有分享照片还是布章？还是布章啊？有嘞，我这边都有看到不同照片。有，现在是那种这个是比赛这个是斜塔是吧？对，斜塔这个是我们的2016年我们的团友呢，就是在舞台上的那个，都是庞庞教练他当时还是那个行义统军OK。这个就是2016年，这位是嘉义的，我忘记了，他是一位老师来，他们叫做老师，是吧？这些都是从这个他们是穿着韩国的制服，就是中国山东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来的，是吧？我是不是很了解了我知道这位台湾的，是吧？那这些都是大家认得吗？这位嘉义的老师，听说好像已经移民去美国了，是吧？2022年呢，就是庞庞教练已经他是正式做教练了，所以那一年只有我们昆城，就外团的话只有昆城
跟这个济华国中2个团在那边玩小型的嘉年华营，他们没有请外团，只是请我们昆城童军团了就是2022年的时候，是吧？我们就是这么多位代表去而已，是吧？他们那一年2022年的时候，疫情过后就是校方不允许他们请外校的童军团，只允许他们本校的童军自己玩。但是呢David 教练呢就特别邀请我们去出席了，所以校外团来讲，就是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团了。所以那时候整个活动呢只有40-50位的童军而已是非常小型的。不过我们也玩得很快乐，是吧？这个2024年的那个其中一个场合了OK， 这个2024年的是吧？这2024年的，这个也是2024年的，这个是Robert 教练了Mr. Chu 这个是2025年的，是吧？那2025年呢，这个嘉年华营又重新邀请这个沙劳越的跟这个中国深圳的这个代表团不过深圳的他们呢都是穿着韩国童军的制服了我先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了，是吧？他们是来自中国深圳的那么就是沙劳越的，是吧？那这应该是跟他们是非常要好的了OK， 在嘉年华营呢，其实他们是准备了非常多的节目，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游戏、新的项目就是给所有的童军当然也是保留了。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罗马炮台，就是最热门的了，是吧？每一位都很喜欢玩，可惜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突然这个项目被取消了，因为教育局呢就是规定学校不能够浪费水源，所以呢就禁止他们玩这个罗马炮台的游戏了，是吧？OK， 我这个这个罗马炮台呢，就是他们总共分为4组啦，每一个营区大家将这个气球装满水这样抛来抛去，就是最受大家喜爱的节目了所以我也就拍了一些照片，是吧？这个他们制作的这个炮台，是吧？他们也有这个射箭是吧？这个玩游戏这个壁纸那边呢，嘴唇上边呢，还放了2片那个葱刺激他们的壁纸，然后他们就举重这个游戏来的这个葱不可以掉下来这个踩高跷了OK。这个也有请这个消防单位呢去示范这烧烤的每年都有的了这个消防单位的呢就是后几年都不曾出现了这个就是早期的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2022年的时候呢他就只是邀请我们昆城童军团一个学校出席他们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就带我们的滑翔伞去那边做示范，还有给他们的团员呢，就是尝试一下试飞的情形，是吧？地面操纵了，是吧？
这个是庞庞教练他在控制着这个伞吉打州呢，每年12月呢，它是的风很大，就是可惜这个学校的场地呢，因为很多那些柱子什么，我们玩这个伞的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怕的那些铁器勾破那个伞这个是庞庞教练了然后这个是他们的这个金牌司仪就是到去年他现在是一位老师，是吧？他每一次他都做金牌司仪近2年呢，他就栽培了有很多新人他已经退到幕后去了就是他们的童军尝试用那个滑翔伞了如果我们讲这个嘉年华营呢，是吧？他的参与的人，去年呢就是2025年，就包括沙劳越那个南马靠近新加坡柔佛州的那个古来的宽柔中学，是吧？他们也派人，是吧？马六甲培丰呢，因为他们去年有活动他们就没办法出席，是吧？吉隆坡呢，我们也有2个团了，是吧？然后江沙、怡保、槟城，是吧？还有他们本地的，他们那个嘉年华营，在遇到星期日的时候，5天里面5天里面，其中1天如果是遇到星期日，他们就会邀请这个附近的华文小学的童军团义务童军团参加他们的预热活动，是吧？然后晚上呢就出席这个萤火晚会，所以萤火晚会都蛮热闹的，是吧？然后他们也邀请这个州的这个总监然后校长出席他们的每一年的开幕典礼，还有闭幕仪式萤火晚会。校方的这个代表就是校长呢，就是一般上他们都会出席，是吧？这个就是学校很支持他们这个活动，是吧？还有就是他们的那些罗浮童军他们的团友，是吧？特别是12月份，有些罗浮童军呢，可能是读大专或者是大学，他们在12月份如果有假期的话，他们都会回去帮忙。所以嘉年华营每一次举办呢，都会涉及到很多团友回校帮忙，是吧？还有那些比较年长的团友呢，我看他们都很多有出息，是吧？就是他们就是万众一心是吧？非常支持这个活动，所以今年是第40年了，他们还是办得有声有色，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其他团队呢，就是要学习的榜样，是吧？我们的童军呢，大部分的童军，就我们昆城童军团的童军呢，大部分的都参加过2次至3次的，是吧？第一次他们一定是就是觉得玩不够是吧？可能隔1年之后，可能第2年隔1年之后，他们又继续参加，是吧？但是因为我们交通的问题，是吧？我们一辆这个客货车呢，能够载10个人，除了我之外，还能够载9个人。还有那个其中一个教练呢，他有加车去的话，我们最多每次顶峰就是15个人而已了，是吧？因为450公里，来回900公里，是吧？如果要租巴士的话，是一个很大的费用，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自己驾车去，所以每次最多是不会超过15个人，是吧？但是他们还是要振作要去，是吧？所以我们就唯有就是有大概1/3的是旧人，另外1/3就是新人，这样来掺着去，新的带旧的带新的，是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新的人去了，就是每次想去我想今年的话，他们办40周年，我们应该会更多一点，应该要到20个人去了，是吧？因为算起来呢，他的150块钱马币呢，就是5天4夜，是吧？就是差不多是全包了，是吧？的确是费用不会贵，是吧？所以他们小孩子也是那家长也不会是很大的负担了，是吧？刚才讲到这个他们这个基华中学呢，跟这个吉打州罗佛童军联盟这 RCA 是吧？RCA 在吉打阿拉斯加呢，就是一个蛮这个有组织的这个童军团队啦啊，他们除了这个跟吉华合作之外呢，还有一些吉打州的一些同济活动呢，他们也会有去帮忙，是吧？而且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会员呢，就是RCA 的会员呢，每一次都会跟我们外团的童军教练就是做这个交流，是吧？我们也可以从中的在他们那边学习到很多东西，是吧？虽然刚才我讲的吉打州的华人非常的少，是吧？但是他们的组织呢，童军组织呢，的确是做得很好了还有就是一个双溪大年的，他其中一位领袖也是叫做 David 啦，是吧？只是不同姓而已啦，他也有带这个他学校的团，他的罗浮童军呢，去台湾很多个地方交流，是吧？可能以后你们在击打，你们来击打的时候也有机会见到他的，是吧？对，刚才我讲的，他们那些咖啡店那些便利店是吧？他们都是模仿一些外国的品牌，的确也是是一个很创新，是吧？但是又不是说应该怎么讲就是说他们没有模仿到一样样了，就是说好像老虎的话，它就变了猫这样它英文字母改一改，是吧？在我们本地人呢，我们知道那个是什么来的，是吧？好像那个 7-Eleven 呢，他们就是倒回来是 11-7，那颜色也模仿的很相似，是吧？就是小小的一个便利店就是给童军们呢啊玩的太厉害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还可以除了正餐之外，买一些零食来吃这样。除了游戏之外呢，其实我们昆城都会在回程或者是出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这个嘉年华营，我们会经过几个州，霹雳州、槟城、吉打，是吧？所以我们回的时候或者是出发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沿途呢
会停留来做一些参观，还有学习。这个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这个嘉年华营结束过后呢，我们是吉打州的稻米博物馆。这个稻米博物馆呢，是北朝鲜做的就是在那个稻田坝里面做一个博物馆，里面呢，做的有那个有关这个稻米的一些故事啦，然后怎么去种稻米啊，还有一些他们的用具里面的那个展示还蛮不错的，是吧？入场票呢是2块钱，是吧？这个是拿这个Museum Party 就是稻米博物馆是吧？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去参观的。那我们也去这个马来西亚第一条火车路铁路就是太平到这个 Port Vale 的，是吧？这个在霹雳州，我们回程的时候，在那过一个晚上呢，就是然后去参观是吧？然后我们去坐船，是吧？去那个18丁那边坐船，那就是这个在水上的鱼排，那河上的鱼排就是去参观他们怎样去养鱼呢？那志英这个是庞庞就是2015年第一次跟我们去的时候，好可这样爱好可爱那个还是小妹妹的样子真的那时候她是对了这个晒虾米我们去一个那个岛那边去看那些那个捕鱼的人他们晒虾米是吧？这个岛这个小岛呢，它附近很多这个虾米呢，我每次去太平经过的时候，我都会去买上几个月我去的时候呢，就大概35马币半公斤是吧？500克OK。这个是我们去那个炭窑，这个是红木。那么我们带童军呢去嘉年华营过后，我们就是沿途就带他们去参观一些这样的地方是吧？炭窑这个是太平湖，是吧？这个是霹雳博物馆，是吧？这个在槟城的这个信州桥就是槟城一个旅游的景点这个是也是很出名的这个是啊这个是我们去槟城的一个国家公园德勒巴汉国家公园是吧？德勒巴汉国家公园就是这个是海龟的那个养殖场所了这个是吉打州亚罗士打它首府，它的一些观光景点那小孩子要跳起来了跳不起这个是在炭窑里面附近的这个炭窑咯，是吧？这个是烧炭的，那个木材呢，就是放进去里面，放完了，那就封闭它，然后流到一个洞口，然后就给它烧，最后就变成一排排的那个炭。这个是咸鱼做咸鱼这个是我们团的客货车了，可以载10个人的这个是2022年的，我们去打州的时候这个我们在那个菜市场买那个虾，在那边煮是吧？就是那一次呢，就是我们自己煮了，2022年的时候是吧？OK。啊，所以说这个
我们带童军出门呢，就是除了参加这个嘉年华营之外呢，还可以在半途让那小孩子去学习、去参观，是吧？这样的话就要大概花6天的时间或者7天的时间，是吧？那么我们的费用呢也是我们大家平分的，所以也没有说什么算得太高的那个旅费啦，是吧？他们孩子们都很开心的，是吧？所以我想是说，如果各位台湾朋友的话，有意思想去了解一下这个击打嘉年华营的，是吧？你们可以跟我联络一下，我帮你们代为安排，是吧？这样的话就他这个嘉年华营就不是一般的露营啊，他是在学校的范围露营，是吧？但是呢，它主要就是玩游戏，大家互相认识，是吧？去那个学校附近的稻田坝或者是一些地方走走看看，那个渔港那边看看，是吧？还有这个叫做都市之旅就是在亚罗斯打一些名胜古迹他们就会安排这个巴士载他们出去附近走走，这样是吧？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了，是吧？所以真的大家想了解一下的话，就是这个嘉年华营可以跟我联络一下我也是头尾去过10次了，是吧？其实他们的这个活动呢的情况呢，我就还蛮了解的，是吧？而且他其中一个叫做姓陈的教练呢，以前跟着 David 教练的，是吧？然后他也是负责这个活动呢，整10年了，10多年了，是吧？所以他也是经验非常的丰富，是吧 ？OK， 那今天呢，我这个击打嘉年华营的活动呢，我就大概跟各位报告就是这样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我可以答你们的。答我们好的，教练待会要来答我们。那我们非常感谢教练。那这时间点，我们大家现在合影完了之后，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提问了哈，让教练来答我们。不是我回答的答。理解。好，那大家现在来开个镜头吧。等我一下哦。好，都有了吗？刚才听起来实在是很有魅力哈，也许我们可以就是有人想去的话，我们可以来大家组一个队一起来去这样子。好，那都可以了哦，那我拍照喽。我来给我看一下，稍等我一下。好 ，OK， 3、2、1，好，这里再拍一张，3、2、1，耶！好，太好了，感谢教练，谢谢大家。那这时间点，接下来我们就开放 Q&A 咯。好。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